麦麦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给鸟的喂食装置，挂在树上，目的就是为了下雪的时候让鸟能找到点吃的。前些天呢，一直忙别的事儿，也没太在意。今天突然发现那个喂鸟的装置没有了，有可能是暴风雪把它吹掉地上，埋到雪里了。这一下大雪呀，最惨的就是这些鸟了。你看看这白茫茫的雪地，上哪儿去找吃的呀？真是不容易啊！像我这菜园子呀，每到秋天收获之后，都会多多少少剩余一些东西的，像是这些玉米杆子，还有以前种的小麦、黑麦的那些麦秆、麦穗儿，上面总还会留一些谷物的，甚至是像这些比较高的杂草，我经常也都是不收的，所以那些草籽儿呢，鸟也用来吃。不过怎么说呢，经过这么长时间了，从秋天到冬天，已经好几个月了，这些残留的东西，大部分应该都被鸟给吃光了，剩下的一点点呢，在大雪之后也都覆盖到土里了。估计这些鸟想从这里边找到吃的，也是挺不容易的了。我看看这边这一排一排的小脚印儿，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的，估计都是过来找吃的的。这一片完全被雪给覆盖住了，还能找到点什么吃的呢？这雪里边的小脚印儿看起来像是鸟爪子的痕迹。这边这些藿香，看看上面留的这些种子，我捏了一下都没有了，估计这些鸟都把它们给吃光了。像这些玉米杆子上面的玉米粒儿啊，早就没有了。它们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就是这些藿香的种子了。看看前面这一大片，也全都是鸟爪子的痕迹，估计是一群鸟在这块找吃的。这边是紫苏，看看这紫苏的种子也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看起来是全都吃光了。这儿又是密密麻麻的脚印儿啊，还有好多好多吃过种子后剩下的种子外皮儿散落在雪上面。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脚印儿啊？这不会是熊掌吧？按说我这地方应该是没有出现过熊的，这很奇怪。看这种脚印儿，还真的是挺奇怪的。看起来就是大型动物啊。这前边还有2排，这肯定不是我们踩出来的呀。我们后来下雪之后就没再来过这儿了。看这一排明显通到篱笆的外边了，那边这儿还有一排脚印，也是通到篱笆的地方。刚好能看看这些动物是从篱笆的什么地方跳进来的。看，已经到这儿了。哦。是从那边啊，那个角的地方跳过来的，然后还有继续向相反的方向走的痕迹。这左手边这一排就是刚刚我走过的足迹了，右边的是动物的，然后左边这边还有动物的痕迹。再仔细研究一下这脚印到底是什么呢？旁边那个大个的，这是我走过的痕迹。这个明显就是动物的，而且这儿是有一个倒着的架子的，看它这痕迹，这明显是从这儿走过来，然后走到架子里边，这有2个脚印，然后又从架子外边出来了，真的是挺奇怪的。然后就是绕过工具房的这一面，这感觉是不同动物的脚印，不是一种。刚才这种大脚印，这也是有的。再去另外一边看看，看我这个黑麦呀，还有覆盖作物，这就完全看不到了，全被压在雪底下了。现在要想再掐一点香菜叶子也没办法了，这香菜全都埋在雪底下了，看都看不见了。看这一片有玉米杆的地方，这雪地里边也有好多鸟爪子的痕迹。看来这些鸟是试图找到所有能吃的东西，只要是有露出这个雪面上的东西，它们就过来看一看，找一找，看有没有吃的。这些鸟也是够可怜的，等会儿我去装一点给鸡的谷物给它们吃。麦麦的喂鸟器我终于找到了，在这个地方。看看里边的小米粒儿还在呢，因为半埋在雪里边，估计鸟也是没发现。我再找一个小树枝给它重新挂上，这风一吹的话可能还会掉下来，不是特别的结实啊。我又重新用塑料桶做了2个，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麦麦做的好，不过应该比它的结实多了。这个舌头是不是应该放在上边更好呢？这边这个看起来稍微的复杂一点，上面穿了2个勺子，然后谷物会从勺子的地方露出来，鸟可以吃到。
去装上点谷物去。行了，装上一点，鸟应该是能钻进去吃的。这个呢是瓶口有点太小了，装着是挺费劲儿的。装了满满的一大罐子。这个简易版的就先放在桌子上吧。这个呢，我找一个粗一点的树干给它挂起来。这看起来还可以，两个勺子里边都已经有这些碎玉米粒儿，还有小麦的颗粒了。一个明显的缺点是下边少了一个托盘，鸟吃起来不是特别方便。我等会儿再想想办法吧。这边这个撒到外边一点，否则的话鸟可能找不到。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麦麦做这个，看起来从造型上和原理上还是要比我做那个好点儿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结实。回头我跟麦麦一起再做几个更好的吧，这几个就先这样用着。这边还装了一小桶的水，小朋友们是想做那种天然的冰箱，把碗放在上面留一个口，等外边的一层冰冻得结实了之后，把碗拿出来，然后打碎这上面的冰，把水倒出来，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天然的冰做的冰桶了。这边还有两个小的，这已经是从桶里面取出来的，不过我感觉这两个冰实在是太小了，很难形成桶状。看看这碗现在已经能拿出来了，这太小了，下边应该已经冻瓷实了。这最后看起来只能变成一个冰杯子了，没法变成冰桶。还是等等看这大桶冻出来的效果吧。其实越大的桶它做起来越容易。现在还欠两个小朋友一个雪人，这第一场雪的时候堆了一个雪人的身子，当时没把雪球滚起来，所以没做头。然后第二场雪下来之后呢，又落在原来身子上了，感觉是变成一个富士山了。第一场雪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做的小雪人也都被埋在雪里边了。现在的雪啊，还是颗粒分明，一点也不粘，所以滚雪球不容易。等会儿从屋里边拿出点水来，先把小雪球弄出来，然后再滚就容易多了。再看看这雪啊，根本就沾不上，一捏就散了。看，所以必须得浇点水，稍微的让它能粘合一下。先看看水够不够啊？这就可以了，出来一个小冰球了。稍微的滚一滚，让它变得大一点。一下就大了好多了。这周边的雪上面再撒点水，还是不是特别容易滚起来。来了，开始滚。继续浇上点水。这种雪滚雪球的话，可真是有难度啊！不倒水根本沾不上，沾上之后也很容易垮掉。哎呀，太难了！滚了这么长时间，才滚出这么大的一个雪球来，还得不停的洒水才行。行了，雪人的头弄这么大，应该也差不多了，还是滚得不太圆，就将就着用吧。把雪人的头给装上去，剩下的工作就交给麦麦豆豆来做吧，让他们来装饰雕琢。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做出来一个毛坯雪人，剩下的就由他们来发挥吧。行了，这就做好了，看看最后他们能装饰成什么样吧。